美国的房价跌了，是买房还是继续等待呢？买房稳定，租房划算。2026年到底怎么选？现在冲进美国房地产是接盘还是抄底呢？2026年到底要不要在美国买房子呢？很多人现在手里面有美元，有美股，想法都差不多，房价跌了一点，要不现在先上车？反正美国的房子长期涨价，不买就亏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美国的房地产早就不是2021年的那一套了，利率、房价、租金、现金流全都换了一个新的规则。如果今天让你花50万美元买一套房子，你知道这套房子每年要吃掉你多少钱吗？如果连这笔账都没有算得清楚，那还谈什么资产配置呢？还有对冲风险。今天我们就来聊透一个问题：2026年到底要不要在美国买房子？我们先说现在的市场，第一个就是利率。2026年，美国目前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大概还在6.5%左右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过去的几年，很多的美国人习惯的是3%到4%的利率，现在去买房子，借同样的一笔贷款，利息的成本基本上是翻番的。第二，我们再看一下房价，这一轮暴涨的以后，美国房价已经明显的降温了，很多的城市从高点开始回落了，整体进入了一个高位出清的过程。从全美的这个平均的数据来看，主流机构给出的是2025年到2026年的房价预期，大概是0.5%到2%左右的低增速，最多就是3%到4%，和前几年每年2位数的疯涨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很多的新房市场甚至开始出现打折卖房，10%到15%的折扣，一点都不罕见。这意味着美国目前的房价在高位磨，局部开始下跌，慢慢的消化前几年积累的泡沫。那现在降价通道才刚刚开始打开。第三，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，因为很多的房东手里面拿着更低利率的这种老房贷，一换房子就会背上更高的这种新利率，所以他们宁愿不动。这就造成的结果是，交易量变低了，买卖双方都在僵持，市场都处在一种既不崩盘又不舒服的卡住的状态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绝对不能靠着感觉随便去买房子了，一定要来先算一笔账。那我们用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来举例，首付20%，那就是10万美元，贷款40万美元，30年固定的利率现在是6.5%。那第一笔就是房贷利息，40万美元的贷款，一年的利息大概是2.6万美元。注意，这只是利息，不包括本金。利息的这一部分纯粹就是付给银行的，这种变相的租金，永远拿不回来。第二块就是房地产税，美国的很多地区房地产税大概在0.7%到1.5%之间。我们按照1%来计算，50万美元的房贷，一年大概是5000美元的房地产税。第三块就是你的保险、维护、修缮、HOA、物业费等等。
很多人严重的低估了这一块的费用。比较接近现实的这种估算方法，不是盯着房价比例，而是按面积来粗略的计算。每一年每平方尺大概是1到3美元的维护成本。我们举例是2000平方尺的房子，一年大概就是2000到6000美元的维护费用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区间。如果再加上保险和 HOA 的费用，数字还会继续涨。所以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，每年光是持有成本大概就要3万到4万美元左右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如果你在这个房地产税比较高的州， HOA 也比较贵的州，那这个数字可能会冲上4万多美元。而且这大都是不可回收的成本。我们且记一个粗略的经验公式：自住房每年会吃掉房价，大概是8%到9%的现金流。100万美元的房子，一年就是8万到9万美元的持有成本。这个数字我相信比很多人的直觉要高得多。那接下来我们反过来看，如果是租一套房子呢？同样是租这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，假设这套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2.4万到3万美元，我们取一个中间值，按照2.5万美元来计算，那差不多每个月就是2100美元左右。刚才说了，买下来自住，你每年要掏4万到4万5的现金流。如果是租房子，你只需要付2.5万美元每一年的租金，这中间就差出来1.5万到2万美元，每年就可以拿出去做别的投资，或者是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资金。2026年，很多美国本地的分析都在说一句话：短期内，大部分城市租房的现金流压力明显低于买房。买同样一套房子的月成本，平均比租房子要贵30%到50%。有一些统计给出的差额是接近900到1000美元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就会说，那是不是永远不该买房子了？那当然不是了。真正决定要不要买房的关键是这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你会在这个城市待多久？第二，你的现金流够不够安全？现在6.5%的利率，房价在大部分区域处于下跌的通道里。大部分的模型会告诉你，买房相对于租房，它们的盈亏平衡点大概是在持有5到7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只打算在一个城市待2到3年的时间，把20%的首付、装修、家具、时间、精力都砸到一套房子里面去，那往往只是帮下一个买家承担了这几年的价格波动，还有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。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少于5到7年，在2026年的这会更多的情况下，我们建议你先租房子再观察，比一上来重仓买房子要更加的理性。反过来，如果非常确定的是，这个城市就是你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你对它的产业、人口还有就业有信心，你可以轻松地扛住利率6%以上的月供和持有成本，并且在心理上你可以接受10年以上的持有周期，那么买一套房自己住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再把视角拉长一点，
这一轮的美国房产周期并没有真正的走完，利率还在高位，交易还非常不活跃，很多业主还不愿意大幅降价，甚至还在扛。这个时候冲进去，很容易买到价格不够便宜，租金又不是特别好的那一批资产。所以建议非常的简单，不管现在是租房还是买房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留足现金流，因为市场还在持续出清，让自己有资格在未来2到3年的时间里面，遇到真正打折的好资产的时候，你还有子弹。我们送给所有2026年还在盯着美国房地产的人，第一句话就是：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赶紧上车，而是别让自己变成了这一轮周期里面最着急的那一批人。越着急的人，越容易在错的时间里面，用错误的价格，把自己锁死在一套错误的资产上面。第二句话就是在利率6.5%的高息环境里面，低价的购入只是起点，长期持有的心态才是态度。千万不要指望2到3年的时间内就会轻松转手赚钱走人，把资金量和现金流的安全垫都做足，不要对短期内价格的波动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第三句话就是，同样做美国房地产投资，2008年入场的人和2011年入场的人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。2008年的那一批很多人在高位高杠杆的冲进去，几年后反而被迫在低点卖出。2011年买房的那一批人，买到的却是别人扛不住抛出来的好资产。同样是一轮周期，结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。现在美国房市虽然不是2008年那种断崖式的崩盘，但逻辑却是一样的。什么时候买房，用什么价格来买房，用什么节奏来持有房产，决定了你是这一轮的接盘侠，还是下一轮的收割者。我们专注在地产周期拐点赚钱。如果你对美国的房地产也感兴趣，欢迎点赞和订阅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房地产，带您拆解更多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